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这是对战国第一诈骗犯张仪最贴切的评价。他仅凭一张嘴就能使小国灭亡，大国衰落，其学识渊博之深厚，外交游说之卓越，在当时无人能及。所以现在的影视剧要想要塑造好这么一个人物，那至少得找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出演，才符合其气质。而大秦帝国里饰演张仪的喻恩泰不仅有文化，而且他还是娱乐圈里的最高学历，上戏的硕士，中戏的双博士学位，妥妥的学霸本色出演。本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喻恩泰张仪的魅力。说起喻恩泰，你可能还有点陌生，但一提起他在《武林外传》中演的吕秀才，你肯定熟悉吧？当时他为了能演好这么一个能说会道的秀才，提前背完了整部的《论语》和《诗经》。于是我想，那么作为一个演员，一定要认真和负责任，所以我就查阅了相关的资料。除了原版的《论语》，我还买了李自厚的评论版，非常厚。虽然剧中也没怎么用上，但他这份敬业精神却是内娱极为罕见和宝贵的。在拍摄大秦帝国时，他也事先做了大量准备，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张仪的史料，并亲自走访张仪道和张仪村等地方，势必要将这个人物给了解透彻。最终他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张仪是有着书生气、市井势力、无赖圆滑和腹黑谋士的结合体。他对这个角色的核心把握表现在演绎出了张仪逞口舌之力外表下的绝世智慧，从前期潦倒落魄时的玩世不恭，到后期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一语定乾坤的霸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张仪乃一介寒士，仅凭口舌之力，提着脑袋玩命啊！如大王愿听张仪进言，便可存国，乱世逐利。他还将纵横家的核心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既有游走于列国之间的游刃有余和圆滑世故，又有面对生死和国家核心利益时的极致紧张和爆发力。此举结束，秦相再有机会。张仪自觉无回天之力，但也不能贪生卖国呀。夫人来得巧，正好赶上这等精彩的节目。来人！阁下要是再走一步，我让他们母子俩血溅此地！其实听他说话就是一种享受，就像梁冠华的狄仁杰一样，他的台词基本上是文言文偏多，经常一大段台词一镜到底，但他说出来的感觉并不是有些演员像背课文似的。为此我选取了两段经典名场面，带你们来看看他的台词魅力。第一段是张仪初到秦国时为秦惠文王献国策，这一段舌战群臣可谓是给我看过瘾了。贵人张仪拜见秦君。不必多礼，先生入秦，为名为利。天下熙攘，皆为利往；庙堂英营，皆为名来。张仪为名利而来。既为名利而来，先生可有助秦之策？秦国以国事待我，当然有国策相赠。未曾见言，先谈条件。先生很会做买卖吗？张仪少华虚度，囊中羞涩，家中老母至今仍居草庐，以缝补为生。张仪早一日做成这个买卖，早一日便可孝敬老母。这是利，不是名。名也要，有名可换大利。先生窃玉之名早有所闻。此前张仪被楚令尹朝阳诬陷偷玉，差点被鞭打致死，名声大为下降，所以群臣皆嘲笑他，实为欺世盗名之徒。但张仪面对此等局面从容不迫，以真诚待秦王，以微笑化尴尬，足以彰显其游说智慧。接着他与西首辩论天下，较为平和的语气透露着言辞激烈，颇具纵横家气质。齐国有傲视天下的实力，齐王亦有王霸天下的雄心，可是毕竟小家子气，本可为道，偏要做贼，豪夺天下不敢，却为窃取邻邦寸土之地高兴万分。楚国可与齐国并强，楚国疆域辽阔，物产丰盛，兵源充足，敢战亦常胜。然而怀泗与齐魏分战，有了凯旋，添了孤寡，无取缔夺城之力，却尽丧库府之存。张仪窃玉之名，有幸得于私国，将来如遇明君，
必以窃国雪耻。从容不迫，贯穿始终，这才符合一代外交家的气质。但有时候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尊严时，也需要彰显出必要的爆发力。比如这第二段，张仪见会师的名场面，张仪提出秦国称王，需要大魏王和韩王为秦王牵马直登，以报秦国100年屈辱之仇。他先是对会师表现得彬彬有礼，以一副和善的面孔说出极为挑衅张狂的话，还请魏王为我秦王谕。惠子也是一代名士，他自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尽管秦国答应用点土地城池来换取魏王的尊严，但惠子表示这绝非等价交换，因为国家尊严无价。这强硬态度就逼得张仪不得不翻起旧账了。当年魏国劫持秦军，迫其签订秦魏之盟约，敢问当年秦军之尊严何价？想当初嬴驷想称王，却被魏王百般羞辱，还差点被魏王截杀在半道上。所以今天张仪就是要替秦王找回面子，找回尊严。秦军当然大度，大可不计前嫌，可张仪忝为秦国相邦，一定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你魏国自诩齐国是坚强的靠山，秦国不敢把你们怎么着了，秦国要报仇只能靠自立、自谋、自强。可如今呢，秦国和楚国联姻联盟，那见风使舵的齐国还会帮你魏国吗？没人帮没人管的魏国就只有挨打的份儿。我秦国可以打你魏国1年、2年、3年、5年，只要你们不认输，就可以一直打下去。是最终灭了你的国，也不是不可能。我张仪让魏王替秦王牵马直登，那不是撕你魏王的脸，那是长你魏王的脸，不然魏国亡也亡了，你魏王的脸还往哪儿放？这一段爆发式演技热血澎湃，感染力极强，很好的表现了一代外交官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据理力争和义正辞严。当然这么好的台词背后肯定是下了功夫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和导演艺术研究博士，所以他不单单只了解角色，还深入研究了纵横家的哲学和辩论技巧，不断练习张仪以言为剑的角色特点，训练语言的杀伤力。他将张仪的每一段台词都视为一场逻辑严密的辩论，或者一次外交博弈，确保每一句说出来既符合古人说话的韵味，又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压迫感。所以总的来说，于恩泰的张仪松弛有度，纵横捭阖，有名士风范，亦有市井气息，人物形象饱满鲜活，将战国时纵横家的风采具象化呈现在观众眼前了。而他也再次证明了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饰演古代文人，首先你得有文化底蕴、文人气质，其次是演员的专业程度。像于恩泰这样有文化的人，内娱已经不多了。